你有看到美丽的圣诞市集吗？妈妈，我很想念你哦。我依然还是带着你到世界各地，完成你的梦。这是我们在就是我们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妈妈。这一次圣诞节，我开始走访了很多欧洲的圣诞市集，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是圣诞节，她喜欢圣诞树，喜欢装饰，我就带着这个项链带她到世界各地，永远与我同在，来看看她最喜欢的圣诞节。带着母亲的梦想，与家人一同造访了小巧温馨的杜尔比后，向东跨越边境，我们来到了德国西部著名的中世纪童话小镇蒙绍。没有太多的观光客，所以走在这种小镇上面，感受非常的棒。隐藏在埃菲尔国家公园的群山幽谷之中，这里不仅美如诗画，更被誉为全德国最浪漫的耶诞市集。这一栋红屋建筑其实是这里的地标，兴建于18世纪，红屋完美融合了巴洛克晚期的华贵与洛可可风的轻盈优雅。这座欧洲罕见且保存完好的私人商贸豪宅，不仅见证了蒙绍纺织业的黄金岁月，更是整座城镇飞黄巅峰的缩影。当时呢，它几乎控制了整个蒙绍。漫步在石板小径，镜头捕捉到橱窗的耶诞细节，翠绿松枝、拐杖糖与闪亮的蝴蝶结，都透露着温馨而精致的耶诞气息。是否就可以更明确地感受到房子歪斜的感觉，好像油画。很比利时的城市，又不比利时的城市；很德国的城市，又不德国的城市。这个叫什么？混血城市，因为它在边境。每一栋房子呢，都是盖在河流旁边，这是因为当时的纺织工业。然后这一条就是他们的主要河流，所有的房子都依河而建，所以这里的房子盖起来都弯弯曲曲。这个都是真实的房子，非常非常特别。你看。他们以前就在这个河流上面染布啊。
这里的圣诞老公公都会玩降落伞，很厉害。对，开玩笑，今天是圣诞节，到处都是圣诞的装饰。这个城市呢，它是一个你要去懂它的城市。刚来这个城市，你不会感受得到，但是呢，当你深入了解这个城市之后，你会发现到它的无形之财。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惊叹，但是它是一个让你慢下来的城市。蒙绍，一座属于摄影师的小镇。这里虽无名山大水的壮阔，却在表里间深藏着质地与光影的细微层次。这份静谧之美，皆是为懂得驻足的知音而存在。18世纪的蒙绍非常的有钱，对啊，没有夸张的装饰文化，有的竟是这一种低调、奢华，很棒。哇，又是一段上坡路。年纪大了，以后如果爸爸走不动，记得一定要背我 ，OK？ 就是我爸呢，没有跟过来，因为他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等一下找到他，我再请他介绍一段。带着心爱的人，或是带着你的父母亲漫游在这些城市，是一种很棒很棒的体验。尤其像我这种祖孙三代，是我的福气，是我的运气，让我可以有祖孙三代一起来同游这种地方，真的很棒。你看，这就是那个染布。这个啊，对啊，但是它现在没有放水，就是以前在这里这个城市因为布料、羊毛而兴盛。你看，依着河畔而筑的一个城市，超喜欢这种房子。喜欢归喜欢，但听说这个房子真正买下来，你要修它，要花很多时间跟金钱。你知道，德国人对自己的木屋结构那种建筑啊，他们连小模型都要做成这个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很可爱啊！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狗屋啊，现在不是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那门打开是因为呢，我今天就住这德国的木屋结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这个外面整修过有没有？那里面呢？你看看，那里面情况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就算在装饰的时候呢，也会这样，按照它的整个样貌，房子是他们的骄傲啊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完全按照他们的原有样貌，桌子，德国木工真的很厉害。你看这个椅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德国把钢真的很厉害的。然后这个就是现代型的电暖器，但是它还是保有了传统的烧木材的。它一烧呢，这个管子会通到整个房间里面都是了。然后厨房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，好像迷宫一样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整体的架构呢，它都没有脱离整个房子的结构，不能乱打，不能乱盖。那我们台湾很多有没有盖来盖去不行，这结构都不能动。你看，我们看到后面，他们最需求的是庭院了，后面锁起来，等一下我们从外面绕过去啊。其实你注意看，德国的木屋架构是什么？是叫做木框架。它架了这个木框架，有没有这个毛笋在这里面？木框架之后再放上这个填充，这个填充一般都是土啊、石灰啦、稻草啦去填充而成的。那像这个是改建过的，所以它可能就用了水泥。不然传统的呢，它会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抗侧风有没有？那旁边啊，你看这边两个横横的哦，有的叫做 X。或者是做成 K 型的防侧风啊、
防震啊等等啊，有钱你就会做得更多花样。那这个是整修过后的木屋结构，大概不到100年，所有德国的木屋呢盛行到13世纪到17世纪左右都是德国木屋。我们进来看，边看边讲。找到钥匙了，德国的锁啊，有一点技巧，有没有？特别，非常特别。有个小庭院呢，庭院后面就你看，因为它这个是新盖的啊，你看它整修过，所以后面就没有那种木架结构的样子，就是比较现代型的。但是再怎么现代型，它也不能乱改啊。那像他们这种后面房子比较大，后面就会有这种烧木材啊，因为德国森林多，所以木材就可以撑过一段时间。对，有没有？这边 OK， 把门带上来。所以我们老是看到德国的小木屋，真实的体验那种感觉，还是要住进来感受一下。外形看起来原封不动，但内在呢，它是真的道道地地的小木屋，很棒的。我觉得在旅游过程当中，我们很常遇到是什么？遇到说，很多人会在住宿过程当中，有时候会对于住宿的品质没有那么喜欢。我们到国外去住的时候，有时候它是它的历史文化，还有各种因素导致成它有这样子的架设结构。所以像这种小木屋，真的是要深刻体验的人才能够来住，可能会抱怨连连，连这个木板，这个都斜的。所以我很喜欢介绍这种住在当地民宿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国家的精髓啊跟文化。然后你看屋顶，你看我们过来，从这个角度。